很多人都在抱怨养花太烧钱，去一趟建国花市，口袋里的几张小朋友就又要离家出走了。好不容易买回来的盆栽，没过几个月不是黄叶就是烂根，最后只剩下一个空盆，看着都心疼。其实想要把家里的阳台变成植物园，根本不需要一直掏钱买苗，只要掌握了繁殖的诀窍，路边看对眼的一根枝条，甚至朋友家剪下来不要的废枝，都能变成你家里的新成员。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方法，完全打破了传统土培和水培的局限，只需要用到一块随处可见的海绵，就能让植物生根率飙升到100%，哪怕你是连仙人掌都能养死的黑手指，哈哈，用这个方法也能轻松把一盆花变成100盆。咱们直奔主题，这种方法的核心就在于海绵这个特殊的介质。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海绵不是拿来洗碗或者做沙发的吗？怎么能拿来养花？这里面的门道可深了。传统的土培扦插最难控制的就是湿度和细菌，土太干了枝条脱水，土太湿了切口腐烂，对于新手来说，这个度非常难拿捏。而水培虽然干净，但水里的氧气含量低，很多木本植物泡在水里1个月，皮都泡烂了，也不见大白腿一样的根系长出来。海绵恰恰解决了这两个痛点。海绵内部有着丰富的孔隙，这些孔隙既能吸水保水，又能储存大量的空气，给植物的切口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湿润且透气的环境。这就好比是给刚切下来的枝条住进了一个恒温恒湿的加护病房，它想不生根都难。不过这里要先泼一盆冷水，不是所有海绵都能随便拿来用的。很多人听了一半就跑去厨房拿那个黄色的洗碗海绵，结果插进去烂了一大片。为什么？因为厨房用的那种洗碗海绵密度太高，孔隙太小，而且很多在出厂时候为了防止变硬，添加了一些化学柔顺剂，这些东西对植物娇嫩的愈伤组织来说就是毒药。我们真正推荐使用的是插花用的吸水海绵，也就是俗称的花泥，或者是专门的园艺定植海绵。最好用的还是那种绿色的吸水花泥，这种东西在花店或者网络上都非常便宜，几块钱就能买一大块，切开了够你繁殖几百棵植物。这种花泥是酚醛塑胶发泡而成的，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吸水极快，而且本身是惰性的，不含细菌，这就从源头上切断了切口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详细拆解一下这个操作流程。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哪怕是再好的方法，如果你拿一根已经干枯或者带病的枝条来做实验，那也是神仙难救。选枝条是成功的第一步，不要去选那些刚刚长出来的嫩尖，那些太嫩了，水分含量太高，抗性差，一插就容易黑腐。也不要选那些已经完全木质化，表皮裂开的老枝条，那些细胞活性太低，生根速度慢的让你怀疑人生。最好的选择是当年生的半木质化的枝条，怎么判断呢？你拿手去折一下，如果枝条有弹性但又感觉挺实，表皮颜色是从嫩绿刚开始向褐色过渡，这种枝条的细胞分裂能力最强，生根也是最快的。选好枝条后，修剪也是个精细活。很多人剪枝条就像是在剪指甲一样随便，这是大错特错的。剪刀一定要锋利，最好是用美工刀或者专门的修枝剪，一定要提前用酒精擦拭消毒。切口要平滑，不能有挤压或者撕裂的痕迹，因为任何一点撕裂的伤口都是细菌入侵的高速公路。我们通常建议在节点下方约1公分的地方进行斜切，45度角是标准动作，这样可以最大化切口面积，增加吸收水分的接触面。这里有一个很多老手都不一定知道的细节，就是在切完之后，最好把枝条在空气中晾个几分钟，让伤口微微收干，形成一层极薄的氧化膜，这样再插入介质中，抗腐烂的能力会大大增强。处理完枝条，我们回头来看看海绵怎么处理。把那块绿色的花泥拿出来，不要整块用，太浪费了。用美工刀把它切成2-3公分见方的小方块。切好之后，千万不要直接把枝条插进去，因为干的花泥吸水性太强，会瞬间把枝条切口里的水分吸干，造成倒吸水现象。正确的做法是准备一盆清水，把切好的海绵块扔进去，让它们自然吸水下沉。注意了，
是自然吸水，不要用手去按压它，强行按压会导致海绵内部留有空气死角，这些死角就是以后生根的拦路虎。等到海绵块完全吸饱了水，沉入水底，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为了让生根率达到变态的100%，我们还可以在泡海绵的水里加点料，不需要去买那种很贵的生根粉，家里如果有阿司匹林药片，碾碎一片丢进去，或者如果有柳树枝条泡的水，也是天然的生根剂，因为柳树皮里含有丰富的水杨酸，这东西能促进植物细胞分裂，还能抑制细菌生长。把海绵在这个加了料的水里泡个10分钟，那就相当于给海绵充满了能量。把吸饱水的海绵块整齐的排放在托盘里，接下来就是神圣的扦插时刻了。拿一根筷子或者竹签，先在海绵块的中间戳一个小洞。这一步不能省，很多人图省事，拿着枝条直接往海绵里硬捅，结果把枝条最下端的皮层都蹭破了，还没开始，长根就已经受伤了。先戳个洞，深度大约是海绵高度的2/3，不要戳穿到底部。然后把处理好的枝条轻轻插进去，这一步的手感要稳。插到底部后，用手指轻轻捏一下海绵块的四周，让海绵紧紧包裹住枝条，确保两者之间没有缝隙。这个紧密接触非常关键，植物能不能喝到水，全靠这一下。这时候你可能会问，这种方法适合哪些植物呢？告诉你，几乎涵盖了你家阳台90%的品种。不管是月季、绣球、茉莉、栀子花这种木本花卉，还是绿萝、吊兰、常春藤这种草本绿植，甚至是番茄、辣椒这种蔬菜，通统适用。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别难生根的品种，比如茶花或者是杜鹃，用土插很容易挂，但用海绵插，成功率能翻好几倍。因为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根系的情况，不用像土插那样每天都在猜它到底长根了没有，想拔出来看又不敢，最后在纠结中错过了最佳移栽时间。做完了扦插，这些带着海绵小方块的枝条该放在哪里呢？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植物生长需要阳光，就直接把它们扔到大太阳底下去晒，觉得这样长得快。这是大忌。刚剪下来的枝条是没有根的，它就像一个断了水源的病人。如果这时候给它强光暴晒，叶片的蒸腾作用会瞬间抽干枝条里的水分，还没等根长出来，枝条就已经成了干柴。正确的做法是放在一个明亮的散射光处，通风要好，但是不能有强风直吹。比如说北向的窗台或者阳台的遮阴处，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之间是最理想的。如果是在夏天，一定要注意降温，太热了，海绵里的水容易变质发臭。在这个阶段，保湿是重中之重。虽然海绵本身保水性很好，但毕竟体积小，水分蒸发也快。我们需要找一个浅盘子，里面放一点点水，把海绵块立在盘子里，保持盘底始终有一层薄薄的水膜，利用海绵的毛细现象自动向上吸水。但是水深千万不能超过海绵高度的一半，最好是只淹没底部几毫米，这样既能保证供水，又能保证上半部分海绵的透气性，让氧气能源源不断的输送给切口。如果你是在北方特别干燥的地区，或者是在开了空调的房间里，最好给这些小苗套一个透明的塑胶袋，或者盖个透明盖子，制造一个小温室的效果，保持空气湿度在80%以上，这样叶片就不会打蔫。有人会担心海绵一直湿着，会不会长青苔或者滋生细菌？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环境通风不好，海绵表面很快就会变绿，长出一层滑溜溜的藻类。虽然这些藻类对生根影响不是致命的，但它们会抢夺氧气和养分，而且看起来也不卫生。解决办法很简单，一个是保持水的清洁，盘子里的水2-3天就要换一次，不要一直用死水。二是可以适当遮挡一下海绵部分的阳光，只让叶片见光，海绵部分用黑布或者纸片挡住，没有光合作用，青苔自然就长不出来了。当你在海绵里看到那一条条洁白晶莹的根系钻出来的时候，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很多人就是栽在了这临门一脚上。根长出来了，只能说明你完成了繁殖的一半，这就像是婴儿刚出生，还没断奶呢。
这时候的生命力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海绵里的根系，我们通俗的叫它水根，这种根细胞壁薄，含水量高，娇嫩得很，而长在土里的根叫土根，皮糙肉厚，能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温室里的花朵安全的转移到残酷的现实土壤中去。这个过程在园艺上叫做假植或者定植，这是决定能不能把1盆变100盆的关键转折点。首先要纠正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观念，很多朋友看到根长好了，就觉得那个海绵看着碍眼，非要把海绵撕掉，想把根取出来，在这个干净的状态下种进土里。如果你这么做了，哪怕你动作再轻，那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根毛也会被你扯断大半。根毛是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嘴巴，嘴巴都没了，你让它怎么活？所以记住一条铁律，海绵是根系的一部分，移栽的时候连同海绵一起种下去，千万不要撕。海绵埋在土里，不仅不会阻碍生长，反而会在前期继续提供一个保水的小核心，帮助植物过渡。那么什么时候移栽最合适呢？不要一看到根尖冒头就急着动手，要等到根系长到2-3公分长，甚至有些根系已经开始分叉，长出2级侧根的时候才是最佳时机。因为这时候根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抓取能力和吸收能力。如果你发现海绵上的根已经变成了褐色，那说明长老了，活性下降了，这时候移栽恢复起来会很慢。白色且带有绒毛的根才是活力的象征。接下来的重头戏是配土，千万不要直接去楼下花坛挖那个黄泥土，也不要直接用全是肥料的通用营养土。刚生根的小苗就像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他的消化系统很弱，受不了大鱼大肉，也受不了硬邦邦的板结土。我们需要调配一种专门的育苗过渡土。配方其实很简单，去买点泥炭土，加上珍珠石，再来点质石。泥炭土松软透气，提供基础的生长空间。珍珠石就是那个白色的小颗粒，能增加土壤的透气性，防止烂根。质石保水性好，能呵护幼嫩的根系。比例大概是泥炭土2份，珍珠石1份，质石1份。混合均匀后喷点水，把土拌得微微潮湿，手捏成团，轻轻一碰就散，这个状态是最好的。这种土没有什么肥力，非常干净，不会烧伤根系。花盆的选择也有讲究，这里有一个原则叫小苗用小盆，千万别觉得为了省事，一步到位，直接拿个大缸来种这一棵小苗。盆大土就多，浇一次水，半个月都干不了。根系长期泡在湿哒哒的泥巴里，想呼吸都难，最后的结果就是闷根腐烂。我们要用那种最小号的育苗盆，或者干脆用一次性的透明塑胶杯，底部烫几个洞。用透明杯还有个好处，就是能随时观察根系的生长情况，看着根系在土里蔓延，那种满足感是非常强烈的。移栽的手法要像对待初恋一样温柔，先在小盆底垫一层土，然后把带着海绵的小苗轻轻放进去，接着在四周填土。注意了，这一步千万不要用手去死命按压土壤，很多人觉得压实了才稳当，其实压实了就把土壤里的空气全挤跑了。只需要轻轻拍打盆壁，让土壤自然沉降，和根系接触上就行了。种植的深度以刚刚盖过海绵表面半公分左右为宜，种得太深，茎秆容易腐烂；种得太浅，海绵露在外面，水分蒸发太快，根系容易抽干。种好之后要立马浇一次透水，这叫定根水。这个水里建议加一点多精灵或者是恶霉灵，这都是常见的杀菌剂，主要目的是给土壤消个毒，防止刚才移栽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微小伤口感染。浇水要浇到水从盆底流出来为止，然后把这盆刚移栽的小苗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继续缓苗。这时候千万不能暴晒，因为根系在适应新环境，吸水能力还没跟上，一晒太阳叶片水分蒸发过快，马上就会耷拉下来。这个缓苗期大概需要1周左右。怎么判断缓苗成功了呢？你看那个叶子，如果几天后叶子摸起来硬挺了，甚至顶端开始冒出嫩绿的新芽，那就恭喜你，这棵小苗已经在土里站稳脚跟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循序渐进的增加光照了。先是早晨8、9点钟的柔和阳光，晒个1、2小时，如果没问题，再慢慢延长时间。切记不要操之过急，植物的适应能力虽然强，但也经不起忽冷忽热、忽阴忽阳的折腾。等到小苗长出了3、4片针叶，原来的那个小杯子已经快装不下它的根系了，根系都盘在杯底转圈圈了，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定植到大盆里，或者直接下地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开始考虑施肥的问题了。刚开始施肥要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不要用那种颗粒状的复合肥，那个劲儿太大，容易烧苗。最好是用液体肥，比如通用的营养液，兑水稀释个1000倍甚至2000倍，当成水来浇。植物这时候主要是在长身体，氮肥的需求量比较大，但也别光给氮肥，容易徒长，变成豆芽菜。要氮磷钾均衡，让它长得壮实。如果你是按照我们说的方法，一口气插了几十根枝条，现在你手里可能已经有了好几十盆小苗了，这时候你的阳台可能已经摆不下了，这就是1盆变100盆的甜蜜烦恼。你可以把这些小苗送给朋友，送给邻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甚至你可以去二手交易平台上挂着，换点肥料钱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想自己留着打造花墙，那就要开始规划空间了。立体的花架是必不可少的，利用垂直空间，把采光最好的位置留给那些最喜阳的植物。在后续的养护中还要注意防虫。家里养花最怕的就是那个小黑飞，特别是这种潮湿的土壤环境，最容易滋生。如果发现了小黑飞在飞舞，不要慌，去买那种黄色的粘虫板，插在花盆边上，物理杀虫最安全。或者在土面上铺一层铺面石，比如赤玉土或者陶粒，把潮湿的土壤盖住，小黑飞钻不进去产卵，自然就绝迹了。还有一种情况是，移栽后发现苗子黑杆了，从根部开始发黑，慢慢往上蔓延。这通常是因为水浇多了，或者是土里的病菌感染。一旦发现黑杆，基本上这棵苗就废了，赶紧拔掉扔远点，别传染给别的盆。所以我们在配土和浇水的时候一定要克制。植物比你想象的耐旱，大部分植物都不是渴死的，而是被勤快的主人浇水淹死的。当你掌握了这套海绵扦插加科学移栽的流程，你会发现植物的繁殖其实就是一种复制粘贴的游戏。你甚至可以挑战更高难度的嫁接，比如把你繁殖出来的强壮的野蔷薇作为砧木，嫁接上那些娇贵的月季品种，这样你就能得到一棵抗病性超强、开花又多的棒棒糖月季。或者把不同颜色的蟹爪兰嫁接在同一棵仙人掌上，开出一束五颜六色的花。这一切的基础都是你现在手里这颗用海绵繁殖出来的健康小苗。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保种。很多花友都经历过夏天或者冬天，家里的母本因为天气极端挂掉了。但是如果你提前剪下几根枝条，用海绵扦插备份在室内，哪怕外面的母本死了，你手里还有备份的活种。等到天气好了，这些小苗又是一条好汉。这就是园艺圈里常说的备份思想。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别把希望寄托在一棵老苗上。随着你的技术越来越熟练，你可能会开始嫌弃绿色的花泥不好看，这时候你可以尝试用那种白色的定植海绵，或者专门的岩棉块。岩棉的透气性和无菌程度比花泥更高，当然价格也稍微贵一点点，但在大规模生产中，岩棉是专业大棚的首选。不过对于家庭园艺来说，便宜好用的花泥已经足够能打了。你甚至可以开发出更多的玩法，比如把海绵塞在石头缝里，做成复石盆景，或者把海绵固定在沉木上，养一些积水凤梨或者空气凤梨。海绵不仅仅是一个生根介质，它还可以是一个能够长期存在的保水载体。